提起韩国春川，很多人的反应是一定要吃这里的铁板鸡。如果不想包车，该如何策划一场春川之旅？铁板鸡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探索呢？让我们用一张 ITX 青春号火车票，从首尔出发，走进这座江原道首府，从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热烈，到壁画村里朝阳江边的惬意漫步。这一期让铁路旅行来补全自由行拼图。종로 2호가 동대문 종합시장입니다. This stop is 종로 5가 광장 Market. 离开首尔去春川，最便捷的方式是从清凉里站出发。无论是坐公交还是地铁到达，这座与乐天百货共构的4面9线火车站都显得有点复杂。为了保证行程顺利，可以提前在线上买好车票。不过要注意，使用非韩国发行的信用卡，需要确认卡片支持线上 3DS 验证。如果没有提前买票，站内的自动售票机也配备了汉语界面。从选择车次、挑选车厢到锁定座位，流程非常直观，可以使用信用卡支付。拿好带二维码的车票，根据视觉导引、电子信息牌寻找进站口和月台。清凉里站采用的是分散式候车，没有专门的候车大厅。刷二维码穿过闸机，看清指示牌就能下到对应的月台。由于这里 KTX、ITX 和首都圈电铁线路交织，认准电子信息牌上的月台号非常关键。The VTX Unit Train number 809 departing for Gangneung at 10:15 is now approaching. 注意听辨列车进站广播，出发的时刻越来越近。在月台层，通过头顶的 LED 屏幕可以再次确认车次和终点站。虽然高铁和特快列车共用候车区域，但只要核对好屏蔽门上的车次以及地面上镶嵌的车厢号铜牌，就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上车点。我乘坐的 ITX 青春号是韩国仅有的挂在双层车厢的列车。伴随着列车平稳驶出清凉里，首尔密集的城市天际线和错综的铁轨逐渐在身后远离。ITX 青春号乘坐体验舒适，50厘米宽的座椅，按下左侧扶手上的圆钮调节靠背，开启一段放松的旅程。列车驶过中浪站不停，继续加速。春川位于首尔东北部的江原道，被群山和湖泊环绕。当列车驶过磨石站，窗外的北汉江山水画卷便徐徐展开。伴随广播，列车停靠嘉平站，这里是去南怡岛的门户，离我们的终点也越来越近。列车广播提醒检查随身物品，这不仅是下车信号，更是一场全新探索的预告。列车停稳，春川到了。走出闸机，春川站的各项设施非常完备，无论是韩英汉3语的指示牌，还是专门的自行车车厢标志，都显示出很高的出行友好度。站外北侧是江原综合观光咨询处，你可以在这里拿到汉语版的旅行导览，涵盖春川和江原道的景点地图、交通信息、美食推荐。
或者去旁边的游客岛营业处咨询外语出租车服务或者特色城市观光路线。虽然打车方便，但我更喜欢用公共交通来穿行陌生城市。春川站外汇集了多条公交线路，去往市中心、朝阳江大坝、北山等方向。需要提醒大家，这里车内的 LED 站点信息和到站广播都只有韩语，你可以打开 Naver 地图的下车提醒。刷卡上车，3站路就到了春川的明洞。这里有春川的名片，铁板鸡一条街。中午时段虽然安静，但空气里依然弥漫着香辣气息。春川在70年前就盛行过炭烤鸡排，进入新千年，因为冬季恋歌慕名来到春川的游客，又让铁板鸡成为了一道必吃美食。我选择的这家惠珍铁板鸡保留着老式的街头风貌。落座后，老板先端上一碗冰镇酸萝卜汤。这种极致的酸爽，不光是为了解渴，更是铺垫接下来浓郁的味觉体验。老式铁板鸡的魅力在于现炒现吃，大块的鸡腿肉、鸡杂、红薯和年糕铺满厚重的铸铁锅。老板熟练的翻炒，酱汁在加热中逐渐挂满食材，随后撒上提味的苏子叶。当鸡块在高温下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这顿期盼已久的大餐终于可以开动了。用生菜包裹弹嫩的鸡肉送入口中，脆爽和酱香让人印象深刻。年糕和红薯各有软糯绵密，口感极具层次。无论用餐快慢，铁板鸡的最后一步永远是加份炒饭。锅铲倒开米粒，老板娘娴熟的按压抹匀，让每一粒米都吸饱了酱汁。这家的店名惠珍其实是创始人的名字，如今炉火交到了儿子和媳妇手里，老味道新传承，让这锅铁板鸡多了一份怀旧的温馨。从喧嚣的餐厅出来没几步，玉玲玲又是完全不同的氛围。没有喧嚣的食客，也没有揽客的店员。这里曾是春川的市场和剧院之间的人潮中心，如今是年轻人安置梦想的街区。错落分布的创意手工作坊、咖啡馆和原有居民的老式凉面店、米酒店交织在坡道两侧，还有春川旅游纪念章的黄色铁盒。稀少的游人也让这里保持了一种克制的商业感。顺着玉玲玲往下，是拥有透明拱顶的春川中央市场。看着摊位上的本地小菜、调料、瓜果蔬菜，还有热气腾腾的60年老字号汤饭馆，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穿过曾经被填平又恢复，如今静静流淌的药师川，便来到了孝子洞。这里的孝子铜像纪念着500年前朝鲜抗倭将领之后潘熙彦拯救母亲的传说。如今的孝子一洞以壁画村闻名，这里有4条不同的漫步路线：感动之路、怀旧之路、想象之路和迎春花之路。如果时间有限只走一条，我最推荐的是想象之路。指路牌本身就是黑猫造型，沿路的围墙装饰、庭院角落和阶梯转角，到处都有猫的踪影。顺着指路牌走进小巷，可以看到猫咪打盹、跃上紫云、披上斗篷，或者是极简线条主题等等。每一处点缀
都在用画笔重塑街巷的生命力。顺着坡道，想象之路接近尾声，这里有一处小院图书馆，彩色的围墙涂鸦和2楼的玻璃阳光房，给这段壁画村的漫步画上了一个温暖的逗号。稍作休息，我们准备出发，前往水岸边。从孝子路搭乘公交，穿过春川站旁的跨线天桥，视线豁然开朗。朝阳江的江水湛蓝，远处的青山和春川大桥勾勒出舒展的天际线。沿着江边步道漫步，偶尔有骑行者从身旁掠过，微风里全是惬意的味道。江边的咖啡馆都非常默契地配备了巨大的玻璃幕墙。沐浴金色的阳光，人们或是在文化广场的空中步道上远眺，或是在座椅上相互依偎。作为春川之旅的收尾，没有比这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更治愈的风景了。太阳落山，回到春川站，准备返程。进闸机前要留意屏幕信息，特别提醒，在春川站电铁和 ITX 青春号的乘车方向是分开的，别因为走错月台而错过回程的车。上车前遇到了一点插曲，广播提示列车要晚点15分钟，但突然被打断的节奏反而给了我回味旅程的时间。当再次看到清凉里车站的玻璃幕墙，这意味着不仅是春川，整个首尔系列的行程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未知的风景，让我们下一站再见。